越過眼前的障礙，定睛未來的喜樂。在面对巨大的挑戰和難以忍受的磨練時，很多人会感到窒息，仿佛眼前的困境就是生命的全部。但有一种智慧能讓人在痛苦中依然保有前进的力量，那就是学会伸長脖子，越過眼前的障礙，去定睛那份藏在困難背後的遠景。核心主題：超然的眼光。在很多關於堅持與得勝的故事中，最核心的一環其實是视角。當一個人面對極大的羞辱與痛苦時，如果他只盯着眼前的苦難，他會被絕望吞噬。然而，如果他能學會一种動作，越過 peek over， 他就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風景。這就好比在一條漆黑的隧道中穿行，你的正前方是冰冷的岩石和無盡的黑暗，但如果你知道在這些障礙的後方有一個充滿光明的終點，你就能輕看當下的疲憊。這種眼光能讓你不被眼前的困境所定義，而是被未來的目標所驅動。故事帶来的啟發：設想一個在台上演講的人，他的正前方坐着一位正在打哈欠或者眼神渙散的觀众。如果演講者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個負面反饋上，他會瞬間喪失自信，甚至想立刻逃離現場。但他可以選擇調整自己的視線，繞過那個令人沮喪的面孔，去尋找後排那些眼神中充滿渴望和共鳴的人。這種選擇性的專注決定了他能否順利完成演講。在人生這個大舞台上，我們也是如此。如果你只看那些背叛、嘲諷和暫時的失敗，你永遠無法完成你的使命。我們可以學到什麼？眼前不代表全部，無論當前的處境看起來多麼糟糕，它都只是整個故事的一個片段。就像播種的季節總是辛苦且充滿汗水的，但如果你因為這種辛苦而停止，就永遠無法體會秋收的喜悅。定義權在你自己手中。面對同樣的困境，你可以選擇將其看作是終結，也可以將其看作是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。你如何定義眼前的苦難，決定了你能走多遠。紀律化的視覺習慣，越過障礙看未來并不是一種本能，而是一項需要刻意練習的紀律。我們需要訓練自己，不被當下的痛覺所綁架。應該怎麼做？首先，當你陷入人生的低谷或面對阻礙時，有意識地動一動你的視角，問自己，在這個困難的背後，有什麼樣的成長和獎賞在等着我？其次，實施選擇性專注。在生活中，難免會有消耗你能量的人和事，要學會像避開那個打哈欠的觀眾一樣，忽略掉那些毫無意義的負面聲音，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能夠支持你、帶給你盼望的目標上。最後，永遠記住，不要讓一個糟糕的開端定義了你的結局。學會為了那份未來的喜樂，去忍受並輕看當下的磨練。你所尋找的希望，其實就在眼前，只要你學會了如何越過障礙去看它。